2026在北台湾最有诚意的吃到饱，简单的价格让吃到丰富新鲜的食材，不收服务费，一个人游3，甚至免费停车也给的很足。但是老板的话让我，对，所以房子也要拆掉啊。大家好，我是小刀，我们现在来到新竹新埔这里了啦。然后这么身旁这件事，星空夜雨，你各位啊，我们今天来这边呢，我们首先感谢观众向我们分享的资讯呐，还有说你们有什么推荐餐厅，也欢迎留言分享一下啦。我们看到就一间一间的吃起来啦。我们今天来到这家餐厅呢，它是一间火锅自助吃到饱餐厅呐。可是啊，你知道它的价格多少钱而已吗？350块钱。虽然说我们这外面呢，有非常大片的地方啊，让我们免费停车啊。在北台湾有这个价格的吃到饱，你看到不会觉得好像蛮有兴趣吗？不过 OK 啦，那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体验看看它表现，开始了吧 ，Go！一个人的话就是350，然后汤底的话是药膳。如果你有要吃辣的话，酱料的冰箱有个麻辣膏，可以自己加到里面做成麻辣烫。没事，好，谢谢。OK 啊，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还有说我们现在所坐的位置啊，是他们这种单人雅座啊。我们今天就固定一种汤头啊，然后桌上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今天会用到的道具啊。可是我刚走进来之后啊，我就觉得它现场啊有弥漫一种我们很早期吃那种火锅吃到的感觉，这感觉好像还蛮不错的。不过 OK 啦，那带我去拿点东西，怀料理吧。那各位啊，我们先从海鲜拿起来。鱿鱼翅好大片哦。啊，这边啊白色是，敢是飞机？飞熟熟的。哇，这嘛有鱼皮的。安尼有影呢，哦，这大片的，还有这边有旗鱼片，这边有虾。其实以350元这样看呢、好像还蛮可以的哎。我们留一口原汤，我们再把料都加下去吧，海鲜全部都下去吧。还有我们刚刚有遇到观众建议我们啊，一开始就直接拿它这些内脏类的东西啊。牛筋呢？我们就是开场啊，直接把它煮下去，等等吃起来就很好吃了。没有想到他今天这边有这种杂类的部分呢，我是觉得感觉还蛮棒的。啊边啊这等啊，这一定要提啦。那这个旁边这是鸭肠吗？也拿一点。哦，完美。那它现场这边呢有麻辣鸭血啦，然后它这里面的感觉看起来像是臭豆腐哎。我们拿个红茶，配口茶，这一杯桑葚冰沙，还有我们吃个火锅啊，一定要拿碗酱料的吧？哦，你有看到吗？它葱花是直接这样子大夹子给你，这就是诚意，这个很好，我很喜欢。那我可以几点买导游，安尼几丝丝啊就好啊，蒜蓉。那我刚刚海鲜煮下去的时候啊，我会觉得说，感觉我们加一点姜丝啊，等等表现会更棒啊。
安尼就好啊。各位啊，那么请拿第一回食材回来了，我们开动吧。可是各位啊，我们刚才夹菜的时候啊，有观众跟我说一些讯息，他就让我傻住了。他跟我说他这家火锅店呢、他可能过不久之后啊，就要准备收山了。这是……那今天只有一种药膳汤啦，我们来喝喝看吧。我们早期那种火锅吃到饱的药膳汤头就是这个味道啊，就看起来不药膳啊，可喝起来却很药膳。可是各位你有没有看到吗？我们把鱿鱼翅放下去煮啊，结果它这个汤已经被染色了，整个被染紫了。哎，那我们就把肠子也都下去吧。牛肚。大肠嘛是啦，这看起来嘛是就青草的呢。姜丝也都下去吧。我们趁现在来吃吃看这个豆腐吧。虽然它这个豆腐看起来有模有样啊，可它吃起来只有一股辣味啊，然后还有一种淡淡的咸香味而已啊。但回归到这个价格啊，非常的棒。非常的 OK 啊，那这个我 OK。我们来吃看鸭血，这鸭血吃起来反而有股很重的辛辣感呢。如果我们爱吃辣的话，你吃到这个啊，你应该会满意哦。挺辣的。那我们就把我们刚刚煮下去的脏器类啊都捞起来了，它本身都有熟了。我们来吃鱿鱼翅，也许它的味道跟口感啊，说不上是好吃的、啊，可是它就是可以让我们这种平价吃到饱里面呢，吃的有海鲜的感觉啦。可是我会觉得说，我们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火锅好朋友酱料给准备好了啦。那我们配蘸酱试试看吧。这鱿鱼直接单吃啊，你就觉得说它的味道感觉好像有那么单调啊。可是我们搭配我们准备的酱料之后啊，它整个就突然好吃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吃那种平价火锅吃到饱的魅力啦。我们来吃看鱼皮。我觉得今天可圈可点的地方是啊，它这鱼皮啊，它吃起来是新鲜的哎。今天这样子的表现是很可以的。我们来试试看花枝，你觉得这个口感呢、会是如何呢？它这吃起来有点像是吃那种麻糬一样啊，就软绵绵的，然后偶尔会吃到一点弹意的感觉吧。皮皮。它这就是可以让我们对这种平价吃到饱面呢、可以吃到鱼肉的感觉，我很喜欢。我们来吃吃看白虾，现场白虾也许它的 size 小归小啊，可是我就觉得说吃到饱啊，你要吃多一点虾子，那就拿多一点就好了。我们来吃大肠。这就是吃大肠的魅力啊！我们咀嚼的时候可以感受它的油脂香味在我们嘴巴里慢慢扩散开来。我们赶快配口茶吧。它这件是甜红茶，然后加薄荷的香味，还蛮特别的。那我们整碗大肠吃起来。哦，这个感觉真的很棒，这样350。我平常很喜欢吃这种长度类的东西啊。我们来吃看肚子。虽
虽然说这吃起来口感啊就比较瘦了一点啊，可是我们刚煮的时候啊，我们有加了姜丝下去啊，我会觉得说它现在吃起来还有我之前在中立吃那个牛家庄牛杂汤会有的味道哎，这很好吃哎。我们来试试看肠子。刚我们肠子汤一滚啊，我们就把它捞起来啊，所以它现在吃起来是很脆口的哎。那我们把肠子当面来吃吧。我们来试试看牛筋。这牛筋呢，我们是汤一滚之后啊，我们就把它捞起来了。可是它的口感呢，竟然意外是软烂的。他们把这个牛筋处理得很好哎。接下来这是横膈膜吗？隔间肉吧。平常我们上面摊点这个点一份啊，我们一盘都要多少钱去啊？我今天来这边是吃到饱的嘞。我再把这些盘底好料吃一吃吧。OK 啊，各位，我已经吃完第一回所有食材了，我们继续拿下一回的东西回料理吧。还有，我们今天来到这种山上吃火锅啊，我们一定要拿点蔬菜回来配了吧？哦，大香菇哎，蛤蟆豆。那我们拿牛肉片，还有这边有牛培根，这种肥肉我蛮喜欢的，我们拿多一点。还有跟店员有介绍啊，他们这边有这个麻辣酱，我们可以拿一碗啊，回去把它煮成麻辣锅啦。各位啊，我们请拿第二回食材回来了，我们继续吃起来吧。蔬菜都先下去吧。那我们先从瘦牛肉片吃起来。我觉得可圈可点的地方是啊，我们在北台湾用这个价格所吃到牛肉片呢，会有这样的口感。但我们吃到这边呢，我们再把我们刚刚拿的麻辣酱都加下去吧，我们帮它变化一下味道啊，全都下去吧。我们喝看汤头，看味道是如何啦。加麻辣酱之后啊，我会觉得说它汤头啊喝起来就多了一股辛辣，然后还有那种麻辣锅汤底的味道。这样子免费无痛升级是可以的吗？我们就用这个麻辣锅涮牛肉片试试看呢。现在连牛肉片吃起来也都是这个汤头的味道了。这时候感觉很适合配着我们刚拿的葱花耶。我来试试看肥牛肉。是这种肥猪猪肉骨吧，让你剥的时阵啊，它脂肪从嘴巴化成体积满嘴巴，这感觉好油哦。那我们赶快配口刚刚拿的桑葚冰沙吧。我们就一次把所有肉都 all in 下去吧。那接下来我们把肥牛肉当饭吃吧。
那来吃看这个煮烂的番茄。OK 啊，各位，我们吃完第2回所有东西了，那我们大家再去拿点东西回来吃，应该也差不多啦。我们拿个鸡肉片，我年轻时候还蛮喜欢吃这种鸡肉片的啊。还有猪培根，我们也要拿点猪梅花的吧？感觉看起来很丰盛呢。那我们这回合啊，我们连甜点都一起拿一拿好了啦。那今天嘛，我倒回糖夹啦。他来提几碗？这该不是芋泥吧？这芋泥出现这只就对了。糖刀，我再一点点糖水。完美。还有，如果你今天想要吃刨冰的话，它这边可以做刨冰啊，但现在还是有点冷啊，先不要好了。绿茶冻、红茶冻，还有刚遇到的观众，他跟我推荐啊，我们一定要吃一碗他卤肉饭试试看啊。内底够卤嫩诶，这是猪皮饭吗？各位啊，那我这回吃应该也差不多了啦。我们来吃看鸡肉片。它的鸡肉片因为制成的关系啊，所以它会带着自己的香味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很喜欢吃这种香味啊。直到我们现在已经有年纪了，我们开始慢慢被那个鸡胸肉给淡化了我们的喜好了。现在就吃起来就感觉就还好了。那我们先从猪五花吃起来。所以你看这肉片呢、也许感觉油归油，对吧？可是它口感呢、反而是比较扎实的感觉，吃起来健康很多。那我们这火锅任务啊，就已经差不多了啦。那种葱花猪肉吃起来，这个看起来比较受猪梅花，它反而口感是比较软嫩的哎。而且我们刚加了许多葱花下去啊，它现在吃起来香气十足啊。刚才讲话嘛，肉霸崩。这一碗看起来口味很重，对吧？可是我刚吃下去的时候，我反而就感受到一股淡淡的葱酥的味道而已。然后接下来就是淡淡的猪油香而已。那我们来吃看卤蛋。这卤蛋啊，我感受到它吃起来有一股咸味啊，没有想到说这个蛋的味道还比较重哎。我们来吃吃看红茶冻。它这竟然是我们熟悉的古早味红茶风味耶，还有绿茶冻。它这个茶味也是很重的。我们从桃园以南啊，到中立啊，到新竹苗栗啊，我们好像到很多餐厅啊，他们都提供豆花让我们吃到饱哎，不知道是这边才会有的特色吗？这反而我们离开这些地方之后啊，就比较少会看到这个东西啊。而且它的豆花，它吃起来口感是绵密的哎，香味很重哎，它这个是好吃的豆花哦。我觉
觉得说他今天现场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在外面单吃啊，你会觉得说吃多了会有一点小奢的感觉啊。可是今天我们是用350元这样一票到底啊，这样哦，全部都吃得到，这很棒哎。那最后我们再来吃这个蛋糕吧。乳酪蛋糕。OK 啊，各位，我们吃了所有东西了。那等一下我们去结账之后吃到面，说结尾吧。OK 啊，各位，我们现在先来到外面了。那个时候我们今天吃星空夜雨的香巴吧。哎，你各位啊，我们今天一个人呢，我们的用餐费用是350元。哎，以这个价格啊，你觉得我们整体体验下来感觉是如何呢？我会觉得说，我们现在在2026年啊，在北台湾这边哦，我们用350元，我们就可以吃到一个2个小时的吃到饱。而且说它有肉、有海鲜、有蔬菜。然后周边也有熟食给你，然后饮料点心也该有的都有了。你觉得这样子有什么好嫌的吗？它不止不收服务费之外啊，它对于我们一个人也不会加收边缘人惩罚费。这个边缘人友善店呢，我觉得这点是非常的友善啊。甚至说它外面那边免费停车场让你尽情的停啊，哇，那空间真的是有够大的。我是感受到他们的诚意是非常的满啊。但如果我说今天要我们这里怀这边用餐的话，我 OK 吗？哎，可是当然 OK 啊。今天我们在结账的时候啊，我们有向店家询问啊，他们这边是发生什么事了？因为那个政府征收，对，这边要征收啊，对，所以房子也要拆掉，所以没办法做生意。对啊。哦，这要都更就对了。没有啦，要盖那个高速公路。哦，天哪！所以我们询问当下，我们顿时也是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啊。可是我是还蛮好奇的啊。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欢迎留言跟各位一起讨论呐。但如果先看影片想要来这边用餐的话，你们出发之前呢，建议先打电话向店家询问他们什么时候有营业啊，或者说营业到什么时候啊，以免你白跑一趟啊。还有说他们未来啊，他们还是会再找一个地方再另起炉灶的啊。到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他们到时候表现会是如何啦，好不好？那各位看这边，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餐厅，欢迎留个说，我看到 Jeff 啦。但喜欢的话，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加入频道的稍微感谢支持哦。那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